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里面飞出来第3季第10集。这一集主要讲艾米男友基夫的故事。今天大伙来到艾米的故乡，也就是宇宙中最有势力的行星火星。在王室农场，莉拉感谢艾米父母邀请大家参加火星烧烤节。二老表示没事儿，让众人把这当做自己家一样。约翰说没问题，你们还有昂贵的香槟吗？这瓶只够装半个浴缸。接着，二老又带大家参观了农场，已知王室农场有179亿英亩。简单来说，整个西半球都是他们的，而他们的主要产品是甲虫牛。甲虫牛全身都是宝，不仅能用来取肉、产奶，就连身上的壳也可以用来做滑艇。在所有的甲虫牛中，艾米最喜欢贝奇，因为他把它从小养大，贝奇在他眼里就如同一只可爱的宠物。但父母却打算在艾米的婚礼上把贝奇煮了吃掉，如果她还能嫁出去的话。对此，艾米男友基夫毫不知情，他还在为今晚见艾米父母而紧张。扎普表示这很正常，毕竟基夫太温顺和无趣了。很快，烧烤节准时开始，人们尽情 happy。弗赖好奇烧烤节是为了纪念谁，二老回答我们数百年前的祖先，当初就是他用一颗豆子从笨蛋火星原住民手里买下了整个火星的土地。另一边，艾米和基夫亲热，基夫却叫他不要在父母的地盘上这样做。正说着，一位牛仔男走了过来，他是艾米的好友，看见基夫，牛仔男就像对待其他男同胞那样，递给基夫一根烟，结果基夫不会抽烟。一旁，艾米父亲呵斥约翰，因为他仅在这里待了5个小时，就把躺椅戳烂，在价值连城的油画上画胡子，还把池塘里塞满了小虾。既然如此，约翰只好告诉他，我还给你的鱼子酱施了肥。后来，尽管基夫紧张的没法放松自己的伪装器官，可他还是鼓起了勇气来到艾米父母面前。但父母并不喜欢基夫，因为他太瘦了，这么瘦怎么能养孙子呢？艾米解释，基夫不是瘦，他只是骨架小。事实上，基夫也没有骨架，他只是一个气囊撑着的大粘虫。父母认为艾米应该和真正的男人约会，比如牛仔男，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有男子气概，基夫抽起了烟。伤心欲绝的基夫离开了聚会，他觉得艾米父母一定认为自己没有男子气概，永远也不会让他娶艾米，甚至于艾米也似乎更喜欢和牛仔男一起玩。突然，沙尘暴来袭，所有人通通进屋，不过甲虫牛却都被沙尘暴卷走了。艾米父母非常伤心，这可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呀。关键时刻，基夫挺身而出，他答应二老会把所有甲虫牛都找回来。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先用剩下的甲虫牛组成一支坚不可摧的牛群，然后当偷牛贼进攻的时候，他就和快递小队抓住他们。为再次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基夫还向艾米父母保证，就算是挂掉也会把甲虫牛找回来。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所剩的甲虫牛中，贝奇是唯一一只，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最后，基夫和快递小队还是冒险出发了。一会儿，夜幕降临，一行人在奥林匹斯山山顶扎营，这样偷牛贼才有可能会发现他们。接着，几人轮流开始讲鬼故事。讲着讲着，艾米突然出现，把众人吓个半死。他说忘记给基夫一样东西。基夫问什么东西？真是撒了一把好狗粮。基夫也不再像之前那般懦弱，如今的他充满男子气概，并且开始自我膨胀，就连看见甲虫牛全部都在火山口里。他也认为那些偷牛贼肯定是看见自己吓跑了。Oh, Kiv, you're so brave. They'll hear us. 可到了第2天，当基夫利用炸药把所有甲虫牛从火山口炸出来的时候，沙尘暴又出现了，所有人和甲虫牛都被卷走。在暴风的分野，大伙看见了骑着甲虫牛的火星原住民。原住民说，只有本土火星人才能让甲虫牛飞，只有他们才配拥有甲虫牛。原来火星原住民的目的是想让艾米家破产。当得知艾米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后，他们果断舍弃甲虫牛，带走了艾米。基夫悲痛欲绝，却也只能先把牛群带回去。艾米父母知道女儿被绑架后，立刻叫来了扎普，希望他能把艾米救回来。至于基夫，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他。而由于火星原住民没有土地，他们住在火星地下保留地，因此扎普和基夫以及快递小队准备前往此处，却没有想到贝奇也跟了过来。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喜欢基夫，这大概是受了艾米的影响吧。没过多久，几人来到了火星原住民的保留地。扎普向酋长谈判，希望他放了艾米。酋长表示没问题，可前提是艾米父母必须归还火星土地。扎普不同意，酋长便下令用沙尘暴席卷了整个王室农场，然后又用它来伤害艾米。幸好基夫骑着贝奇来了一出英雄救美，艾米才免受伤害。此外，因为基夫能使甲虫牛飞，这让酋长觉得他尊敬火星，要和他吸和睦烟斗。基夫本想拒绝，但不吸就会被酋长处死，所以他只能被迫吸了烟
抖，可因为肌肤还不怎么会抽烟，酋长一个轻轻拍背就让他把烟咳了出来。最终肌肤还是将被处以死刑。原住民打算用当初艾米祖先跟他们换土地的豆子来处决肌肤。莉拉看后忍不住告诉原住民，那是一颗超大的钻石啊，它价值连城。艾米也对原住民说，如果你们要还土地，那就拿钻石换回来吧。一直以来原住民都以为祖先因为没有所有权的概念被人欺骗，现在他们终于明白祖先并没有被骗，一切都是误会。继而放了肌肤，拉着钻石离开了火星，决定去买一个新的星球。回家后无论艾米怎么样向父母夸肌肤有男子气概，父母依然觉得肌肤懦弱，杂普英勇。但不管父母如何看，至少在艾米眼里，肌肤就是自己的英雄。有时候爱情需要奋不顾身的勇气，需要冲破重重障碍的决心，需要有一个一直相信你的人。没有哪个人与生俱来就是英雄，可如果能成为喜欢的人的英雄，那便已经是最大的幸运。漫漫人生，过客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点，有的人向东南西北，而有的人像你。尽管父母一直反对艾米和肌肤在一起，总是说肌肤没有男子气概，但谁规定男子气概就一定要抽烟或者喝酒，也没人规定男人就一定要坚强。在我看来，能不顾危险救下最爱的人，正是男子气概的表现。虽然肌肤平时唯唯诺诺，可关键时刻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也是一个男人应有的担当。他远比那些整天把承诺挂在嘴边的男人要好很多。 Thanks for saving my life, Kif. You're my hero.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